金斧头还是银斧头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一次两样都给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儿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个频道是分享生活点滴和吸引力法则。你有想过，有时候吸引力法则的显化也会需要转机吗？如果买到澳洲的机票必须在越南转机停留1天，你会觉得是浪费时间，还是觉得是多赠送的额外旅程呢？最近发生了我觉得超有趣的吸引力法则小故事，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们分享。我跟我老公都是很喜欢音乐，很喜欢弹钢琴的人。最近家里多了一台电钢琴，是我女儿她阿公送她的礼物啦。那家里多了这么一台琴，当然3不5时就会手痒，想要来演奏一曲。有一天我老公就问我，你有 flower 的谱吗？ flower 当时居俗的花朵舞很流行嘛，我就没有多想，我就回答没有但是我可以先帮你找找看啊，问问看认识的音乐教室的老师有没有。哦，好。就这样忙着这件事情我就放在心里说要找，但也就被生活中忙碌的琐事掩盖了。因为有的时候找琴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以前都要到台北衡阳路上的大陆书局找实体的琴谱，比较偏流行的现在可以在网络上找，但就算付费购买，有的时候也会碍于软体方面的问题，下载的时候要经过一番的程序，没有那么方便。就这样子，直到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备课，这学期又要为音乐的教学内容伤脑筋了。通常都是照着课本编排的内容走，心想虽然说已经有既定的歌谱，可是如果有能够跟时下流行接轨的教学内容，那学生一定会觉得更有趣吧。就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书商突然出现了，他递给我一个大信封袋。平常总会寒暄2句的书商，这一次竟然就这样丢下纸袋，一溜烟就不见了。我摸不着头绪的打开这个纸袋，心想说这是什么玩意啊？抽出里面薄薄的2张纸，竟然是 flower 的谱。我倒抽一口气，内心又惊又喜，这不就是我老公想要的琴谱吗？天哪，没想到我吸引力法则又显化了。我当下立刻传赖给老公，跟他说，老公，我找到你要的琴谱了。正当我很期待他开心的回应并且称赞我的显化能力的时候，他说是 flower dance。是 Flower Dance 花舞，作者是日本的 DJ Okawari， 原来不是居俗的 Flower。 当下觉得是不是有一点白高兴一场还以为我的显化成功了呢，都怪我没搞清楚，下错订单了，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太可惜了。我默默的把 Flower 谱收到抽屉，不过也是不错啦，至少学生有时下的流行酷东西可以学啦。我转头便把这件事情跟我隔壁的同事分享，正准备迎接他的莞尔一笑。他说，你老公会弹琴哦？哦，我有 Flower Dance 的琴谱啊，我可以给你啊。天哪，坐在我旁边的同事不是音乐老师，听完我的故事又刚好有 Flower Dance 的琴谱，这样的几率有多少啊？就这么间接的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，而且一次2样都给你。原来吸引力法则有时候也会需要转机啊。这让我想到多年前我前往澳洲打工度假，那个时候为了要买一张比较便宜的机票，我找了一个机票必须要在越南转机，并且停留1天。虽然说花的时间比较长，不过它提供免费住宿以及导游行程1天，对我来说是赚到了。当时从来没有去过越南的我，借此也小小的体验一下当地的风俗民情走走逛逛吃吃小吃多旅游了1天，也多去了一个国家，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超级划算。宇宙有时候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你的愿望，或许转个弯，或许2段式，多点耐心，不要着急，订单下好就离手，方式对了，就算需要转机，一样会抵达目的地。你有过吸引力法则转机抵达的故事吗？欢迎下方留言跟我分享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小故事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吉儿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用吸引力法则将生活显化成一出好戏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